台湾问题本身就是美国抑制大陆崛起的手段，美国也很清楚，中国不会在经济上给美国大输血，美国并不需要拿台湾问题来交换什么，台湾问题只是美国大战略的一环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，这期的话题是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以后再思考台湾问题。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中美两国的元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视频会晤。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晤之中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、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问题，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，其中台湾问题是一个重点。在会晤中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，传递出了清晰明确的反台独信号。在中方发表的新闻通稿中，拜登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是，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，不支持台独，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。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，美方的表态这个文字是这样写的：在台湾问题上，拜登总统强调，美国仍然坚持以与台湾关系法、3个联合公报和对台6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，强烈反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努力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从中美双方的新闻公报来看双方对台湾问题的表述并不一致。11月17号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，对这个事儿做了表态。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，对台6项保证也罢，这些纯粹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，都与中美3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，其实质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，是非法和无效的。因此白宫发表的声明虽然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，但是对台湾仍然采取了模糊战略，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努力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，才是美方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反对武统，让台湾保持现状，永远成为美国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棋子。而对于台湾的台独当局，美国既不明确的承诺会武力介入台海冲突，只是提供武器让台独分子自己去当炮灰，又拉着日本和其他的盟国不停地举行军事演习，向中国秀肌肉，试图威慑大陆不要武统。回想起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台湾的一系列的动作，又是派议员突击访问台湾，又是透露有少量的美军在台湾训练台军。看来我们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。在中国的理论界有一个说法，就是美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停地搞小动作，只不过是为了制造一个筹码来换取中国大陆在经济上为美国输血。但是从各个方面的消息来看，中国不太可能通过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等方式来为美国打气输血。在中美元首会晤后的这几天，双方释放的政策来看，双方的经济合作也仅限于货物贸易、共同抑制石油价格等方面，这都是互利的。因此我们认为也许另一个说法更有道理，台湾问题本身就是美国抑制大陆崛起的手段，美国也很清楚，中国不会在经济上给美国大输血，美国并不需要拿台湾问题来交换什么，台湾问题只是美国大战略的一环，时紧时松，美国不会放弃这个筹码。我们在台湾也能看到美国两面下注的情况。一方面，美国在台协会与民进党当局合作密切，通过种种行为变相的支持蔡英文的台独言论。另一方面，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大打9·2共识牌，维护国民党经典的党章，主张与大陆接触，化解两岸的紧张局势。朱立伦本人被危机解密曝光是美国的线人，这样美国可以通过同时操纵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办法，灵活地把握台湾的政局。独派过于嚣张，就让民进党出来缓和一下。无论美国的目标是什么，实际上在这次中美首脑会谈上，我们都已经表明了原则，强调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，我们是有耐心的，愿以最大的诚意，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。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、逼迫，甚至突破红线，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淡然措施，这就是我们的底线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